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同样是一个朝代，为什么有的时候强盛的让四方来朝，八方臣服，有的时候却粗败的连自己都救不了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寸一寸垮下去？答案往往不在君主一个人身上，也不在臣子一个人身上，而在君臣之间的那条线上。那条线是信任，是直言，是相互成就。2000年前，西汉有一个老臣，看着年轻的汉成帝整天听信外戚，宠幸后宫，不理朝政，他知道直接劝没有用，因为皇帝听不进去。于是他做了一件事，他把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间所有君民臣职、君婚臣搂的历史故事全部整理出来，分门别类，编成一本书，悄悄送进皇宫。这本书叫《说苑》。他想用故事告诉皇帝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：你今天做的每一个决定，听信的每一句话，用错的每一个人，历史上早就有人做过了，后果也早就一笔一笔写在那里了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读完这部西汉儒家最会讲故事的奇书《说苑》。先说这本书《说苑》，西汉刘向所编，成书大约在西元前17年。全书共20卷，分成君道、陈述、建本、历节、贵德、富恩、正理、尊贤、正见、敬慎、善说、奉使、权谋、治公、职武、谈从、杂言、辩误、修文、反直，整整20个主题类别，每一卷都是一个处世面向，收录春秋战国到汉初的历史人物言行故事，以儒家思想为主题，用故事说道理。要注意一点，说苑不是刘向自己亲历的记录，而是他奉汉成帝之命整理皇家藏书时，从先秦两汉的旧籍里、战国策、韩诗外传、史记、晏子春秋等一段一段汇编而来，再加上儒家的卷式与编排，所以你读说苑等于同时读了好几部古书的精华。刘向这个人不简单，他是汉高祖弟弟楚元王的后代，西汉著名的目录学家，编过中国第一部目录书《别录》，写过《新序》《列女传》。他编《说苑》不是写小说，是带着很深的政治目的，想用故事劝见年轻的皇帝任贤纳谏，挽救日渐倾垂的西汉国运。他在书的最后一卷《反直》里写得很白，奢侈是亡国的开始，质朴才是长保之道。说苑第一卷叫《君道》，讲的就是当君主的根本道理。刘向开篇就引述古圣之言：人君之道，清静无为，务在博爱，屈在任贤。做一个好的君主，最重要的不是事必躬亲，不是事事抓在手里，而是清静不扰民，广泛的爱护百姓，迅速的任用贤才。这背后其实藏着一句狠狠的话：你越是想什么都管，就越管不好；你越是放手让贤人去做，国家反而越强，越能长治久安。书中接着说：赏当则贤人劝，罚得则谄人止。赏罚只要公正，贤人就会更努力，奸人就会被吓住，不敢再造次。可如果赏罚错了，就是反过来，好人寒心，贤人离开，坏人得逞，群小聚拢，整个朝廷的风气就会在一夜之间翻转。最有名的一段是齐桓公问管仲，怎样才算是真正的人君？管仲说：知人者王道也，知事者臣道也。分辨人才是当王的本事，处理事情才是当臣的本事。分工错了，君主忙着处理早事，臣子忙着揣摩圣意，国家就乱了。君道的核心从来不是权力，而是用对人。能用对人的君主，自己可以喝茶；用错人的君主，再勤政也是白忙。第2卷陈述，讲的是当臣子的本事，也是整部说苑最辛辣的一卷。刘向开门见山给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辩证：从命立君谓之顺，逆命立君谓之忠。顺着君主又对君主有好处，这叫做顺臣；违背君主却对君主有好处，
这才叫做忠臣。换句话说，真正的忠从来不是事事点头，句句称是，而是该顶的时候要顶，该劝的时候要劝。哪怕触怒龙颜，哪怕背上不敬的罪名，也要把对的话说出口。书中还细细列举了臣子的6种等级：圣臣、良臣、忠臣、智臣、真臣、直臣。这是高标准，最低也要做到直臣。敢犯主之颜面，言君之过失，不辞其处。敢当面顶撞君主，指出过失，不怕被杀。刘向把这段话编进去，其实是说给汉成帝身边那些只会迎合的近臣听的。他在问：你们敢说真话吗？你们还记得当臣子的本分吗？一个朝代最怕的不是出了1、2个奸臣，奸臣总有人敢揭发，敢扳倒。最怕的是满朝都是顺臣，只顺着皇帝的意思走，从不敢说一句逆耳之言。等到风气养成，连贤人都闭嘴了，国家就是这样慢慢不动声色的烂掉的。说院里最会讲故事的是《奉使篇》里的晏子使楚。齐国的相国晏婴个子矮小，被派出使到强大的楚国。楚王想羞辱齐国，故意当着晏子的面押来一个犯了偷窃罪的人，问：这人是哪里的？侍从说：齐国人，犯了炮器。楚王转头看晏子，似笑非笑：齐国人都这么喜欢偷东西吗？满堂诸臣都等着看晏子难堪，晏子却不慌不忙，离开座位站起来，说了一段流传2000年的话：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。业土相似，其实味不同。所以然者何？水土异也。今民生常于齐不报，入楚则涝。得无楚之水土，使民善道也。橘树长在淮河南就是甜的橘子，长在淮河北就变成酸涩的枳。叶子相似，果实却大不相同。为什么？水土不同啊。同样的齐国人，在齐国不偷，到了楚国就偷，是不是楚国的水土让人变得爱偷东西呢？楚王脸色一变，最后只能笑着认输：圣人非所与兮也，寡人反取病焉。圣人是不能开玩笑的，寡人这是自取其辱。一个好臣子的本事不是吵赢，而是用一句话让对方下不了台，又心服口服。《梦见篇》里有一个故事叫吴王欲伐荆。吴王想攻打楚国，他知道大臣们一定会反对，于是事先放话：敢有谏者，死！朝堂上没有人敢开口，可是有一个年轻的舍人，名字叫邵孺子，他想劝又不敢直说，于是他做了一件奇怪的事。他怀里藏着弹弓和泥丸，每天清晨到后花园里走，露水把衣服全打湿了。连续走了3个早晨，吴王终于忍不住问：你为什么弄得衣服这么湿？邵孺子说：大王，花园里有一棵树，树上有一只蝉，那蝉高高地停在树枝上，悲鸣引路，却不知道螳螂委身取妇，欲取蝉而不顾之，黄雀在其旁也。一只螳螂正悄悄地缩着身子要捉它，而那螳螂呢，又不知道一只黄雀正伸长脖子要啄它。那黄雀呢，又不知道我手里的弹丸正瞄准着它。这3者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，却看不到身后的祸患呐。吴王愣了半天，说：善哉。于是收兵不打了。邵孺子用一个小小的故事救了一场大战，这就是说院要告诉你的进谏之道：硬劝不如巧劝，讲道理不如讲故事。本篇收录了一个影响中国家庭教育2000年的故事——曾子杀彘。曾子是孔子的弟子，以孝闻名于世，也是后世儒家4圣之一。
有一天，他的妻子要上市集买菜，小儿子哭着要跟，又哭又闹。妻子被缠得没办法，随口哄孩子：“乖，你回去，等娘回来杀猪给你吃。”小孩听见有猪肉吃，立刻收了眼泪，乖乖回家。妻子办完事回来，一进门就傻眼了，看见曾子真的在磨刀，准备杀家里那头猪，他吓得赶紧冲上去阻止。我只是哄哄孩子，怎么当真了？曾子缓缓放下刀，正色说：“婴儿非与戏也，婴儿非有之也，待父母而学者也。听父母之教，今子欺之，是教子欺也。母欺子，子而不信其母，非所以成教也。”孩子不是用来开玩笑的，孩子还不懂事，一切都跟着父母学，跟着父母看。今天你骗他，就是在教他骗人。母亲骗了孩子，孩子以后就不会再相信母亲，这怎么能教育好孩子呢？说完，曾子真的把猪杀了，煮了一嘎肉给孩子吃。一头猪的代价，换来孩子一辈子的诚信。刘向把这个故事收进鉴本篇，是想告诉汉成帝，治国跟教子是同一个道理，失信于人，就再也立不起来。贵德篇里，刘向重述了一段儒家最有名也最敢顶撞的对话。孟子见梁惠王，孟子千里迢迢去见梁惠王，梁惠王一见面，第一句话就问：“先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吴国乎？先生大老远跑来，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吗？”这话听起来客气，其实是把孟子当侧室看待。孟子的回答几乎是当着国君的面打脸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大王何必张口闭口都是利益？只要讲仁义就够了。”孟子接着一层一层的解释：如果国君只谈利，大臣就会跟着只谈利，百姓也会跟着只谈利，上下交相争利，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就会陷入互相算计、互相夺取的死局。最后，弑君的、篡位的，必定就是那些最会算利的人。可如果国君讲仁义，未有仁而疑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没有讲仁的人会抛弃自己的亲人，没有讲义的人会把君主放在后面。刘向收这段是要告诉年轻的皇帝，一个国家走向强盛还是挫败，往往就在领导者开口的第一句话里。你问利，国就猜；你问义，国就利。尊严篇里，刘向讲了一段春秋第一段传奇友谊——管鲍之交。管仲年轻的时候很穷，跟鲍叔牙一起做生意，分钱时管仲总是多拿，旁人都说他贪，鲍叔却笑着替他辩护：“他不是贪，是家里穷，我自愿让他多拿一些。”管仲几次出事都被罢免，旁人说他无能，鲍叔说他不是无能，是时机还没到，遇不到是他的君主。管仲打仗逃跑，旁人说他怕死，鲍叔说他不是怕死，是家有老母要养，他不能死。后来齐国发生内乱，管仲辅佐的公子纠败了，按理该处死，鲍叔却在新即位的齐桓公面前强力推荐管仲。他说：“您要称霸天下，非管仲不可。我顶多能治齐国，要治天下，得用管仲。”齐桓公采纳了这个建议，把曾经想射死自己的管仲任命为相。管仲在位40年，帮齐桓公9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。管仲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，含着泪说：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”生我的是父母，懂我的是鲍叔。一个贤相能不能出来，靠的不是他自己有没有才，而是有没有一个愿意懂他、愿意推荐他的人。刘向收这段是在问汉成帝：你身边有没有人愿意推荐真正的贤人？说苑第4卷叫历节，讲的是读书人应该如何守住气节。刘向开篇就说：“是欲立义行道，无论难易而后能行之。”
读书人想要立意行道，不能先切散容易还是困难，再决定要不要做，该做就做，不问代价。书中收了一个故事：战国时，齐国被燕国攻破，燕将乐毅听说齐国有个贤人叫王处，派人瘸迫他出仕，并威胁说：“不从就屠你全村。”王处回了一句传真千古的话：“忠臣不事二君，嗔女不耕二夫。齐王不听吾谏，故退而耕于野。国既破亡，吾不能存。今又竭之以兵，为君将，是助桀为暴也。与其生而无益，故不如烹。忠臣不侍奉2个君主，嗔女不嫁2个丈夫。我宁可被烹杀，也不做不义的事。”说完，他自缢而死。刘向收这个故事，是想告诉汉成帝身边的大臣们，节操这个东西不是嘴上说说，是要真的做出来。能在生死关头守住的，才叫气节；守不住的，再会说也没用。一个朝代的气节，从来不是一群顺臣撑起来的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怎么样的君臣关系能让国家强盛？刘向用整整20卷故事给了我们一个答案。君主要清静任贤，能听逆耳之言；臣子要敢于直谏，能守住气节；上下之间要有信、有义、有节，国家才能立得起来。反过来说，君主只听好话，臣子只说奉承，上下只算利益，再强大的朝代也撑不过3代。这就是说院留给我们的一课：强盛不是靠权力堆出来的，是靠君明臣直、上下相信这4个字长出来的。这个道理放在今天一样有效。不管你是公司主管，是团队领导，还是家里的长辈，你愿不愿意听逆耳之言？你身边有没有人敢说真话，决定了你能走多远。可惜的是，汉成帝最终没能读懂刘向的苦心，西汉还是在他孙子那一辈亡了。但《说院》这本书活了下来，2000年后我们还在读它。好，20分钟到了。如果这趟说院之旅让你有收考，记得订阅频道。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我们翻开南宋洪迈用40年写成的笔记巨著《容在随笔》。最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晏子的应变、少孺子的巧剑、曾子的杀猪、王储的自缢，哪一段最让你动容？我们下集见。